玄奘翻译了1000卷经文，只亲手写了4首诗，75部佛经，1335卷文献，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整座印度佛学图书馆搬到了中国。但这位翻译帝国的缔造者，相传一辈子只留下了一篇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不是一本书，不是一篇论文，是4首诗，总共48行，336个字。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这4首诗叫八十规矩颂。如果说上一期讲的白法明门论是唯识学的元素周期表，再上一期讲的唯识30颂是唯识学的宪法，那八十规矩颂就是唯识学的临床诊断手册。它不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它告诉你你的意识此刻正在干什么。我先说一句大实话，关于这篇作品到底是不是玄奘亲手写的，学术界其实有争议。近代学者周书嘉和吕澄都提出过质疑，认为它可能是晚唐后人所作，然后署了玄奘的名字。理由包括文中某些用词不够严谨，比如把非量和限量、比量并列称为3量，在逻辑上不太符合玄奘一贯的精密风格。但不管作者到底是谁，这篇文本在唯识学中的地位毫无争议。1300年来，它是历代高僧几乎人人必备的速查手册。今天我们不纠结作者，只猜他到底说了什么。336个字，4首诗，分别写给你意识系统里的4个部门，前51首，第61首，第71首，第81首。每首诗又分3段，前2段描述这个意识在日常状态下的运作规律，第3段描述它最终可以升级成什么。4首诗的结构完全平行，就像4份格式统一的体检报告，只不过检查的对象不同。我们从第1首开始，前50颂。开头4个字特别关键，叫性境限量。性境就是你的5个感官接触到的原始数据，光、声波、气味、味道、触感。限量就是不加任何判断，不做任何推理，直接呈现的那一刻。你的眼睛看到一片红色，在你还没来得及想这是一朵玫瑰之前，那个纯粹的红色呈现就是性境限量。这4个字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你每天都忽略的事实，你的感官系统本身是极其干净的，它不骗人。你看到的颜色就是颜色，听到的声音就是声音，所有的故事、判断、情绪、反应都是后面的工序加上去的。前50就像5台高精度传感器，只做一件事，如实传递数据。你的痛苦从来不是传感器造成的，是后台的加工程序出了问题。颂文里还有一句叫合3离2观成事，鼻舌身3个感官必须跟对象直接接触才能感知，这叫合。眼和耳可以隔着距离感知，这叫离。7个字把5个传感器的工作模式交代得干干净净。你品一下这个信息密度，放在今天，这就是一行代码注释，精准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紧接着还有一句特别有意思，叫愚者难分识与根。根是感官器官本身，眼球、耳膜、舌头。识是依托这些器官产生的认知功能。普通人分不清这2个东西，你以为你是用眼睛在看，但唯识学说眼球只是硬件，眼识才是跑在硬件上的软件。硬件坏了，软件当然没法运行，但硬件本身不等于软件。为什么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一个盲人，一个聋人，他们的意识是不是不完整的？八十规矩颂的回答是不是，他们的眼识、耳识的种子依然完好的存在于阿赖耶识中，只是当下的硬件条件不支持它运行。就像你手机没信号的时候，不是通信软件坏了，是基站覆盖不到你。前50颂的最后一段写的是升级之后的状态，原明出发成无漏，3类分身息苦轮。前50转化为成所作智之后，不再只是被动接收信号，而是变成了主动服务众生的精准工具。你的眼睛不再只看花看手机，它能看见众生真正的苦。你的耳朵不再只听八卦和噪音，它能听见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痛。传感器还是那5个传感器，但驱动它们的操作系统彻底换了。接下来第2首第60颂，
第六识是你平时最熟悉的那个意识，就是你此刻正在用来听我说话，跟着我思考的那个东西。宋文开头说三性三量通三境，你把它和前五识颂的开头对比一下就明白了。前五识是性境限量，只接触一种境，使用一种认知方式。第六识直接升级成三性三量通三境，善恶无忌全覆盖，限量比量非量全能用，性境代质境独引境全都通。什么意思？第六识是整个意识系统里最灵活最全能的一个，它什么都能干，但这恰恰是它最危险的地方。能成佛的是它，能下地狱的也是它。宋文还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叫引满能招业力牵。引业是把你引到下一世的总方向的那股力量，满业是决定你到了之后具体过得怎么样的细节填充。这两种业力都是第六识在每一次判断每一次选择中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你今天做了一个善的决定，第六识就往阿赖耶识里种了一颗善的种子。你今天撒了一个谎，它就种了一颗恶的种子。日积月累，这些种子就编织成了你未来的剧本。所以宋文说业力牵，你以为你在自由选择，其实你每一次选择本身就在给未来的自己编程。宋文里有7个字，我认为是整部80规矩颂里最值得你记住的，叫动身发语独为罪。你的身体做了什么，你的嘴说了什么，最终的指令都是第六识发出的。前五识只管感知，第7识只管执着，第8识只管存储，只有第六识是那个直接拍板，让你手去做，让你嘴去说的操作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修行的主战场就在第六识。你暂时改不了传感器的灵敏度，也够不着阿赖耶识的深处，但你可以训练第六识。每一次你选择不发脾气，每一次你在要骂人之前停住了，每一次你把我好倒霉换成了这个因缘现在是这样，你就在更新第六识的参数。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出厂设置的实时改写。第六识最终升级为妙观察智。宋文的描述是观察圆明照大千，你的思考判断不再被偏见污染，如实观察一切。你看一个人看一件事的时候，不再自动编故事，不再条件反射的贴标签，而是清楚的看见它本来的样子。第3首第7识颂，这首是4首里最扎心的一首。开头7个字，代质有父通情本。代质境是什么？就是莫那识永远在拿真实的东西，然后往上面投射一层虚假的意义。阿赖耶识好好的一个种子仓库，莫那识非要抓着它说这就是我。就像你照镜子，镜子里的影像是真实的光学反射，但你非说镜子里那个就是我的本来面目。你在真实数据上附加了一层虚构的所有权声明。有父是什么意思？父就是遮蔽。莫那识虽然不直接制造善恶业，但它永远在遮挡你看见真相的能力，它是你所有认知偏见的总开关。然后是颂文里7个字，恒审思量我相随。恒是永不停歇，审是审视，思量是思考衡量。莫那识24小时不休息的做一件事，维护我的存在感。你睡着了，它还在运转；你打坐入定，念头都快停了，但那个我在打坐的微弱感觉还在，那就是莫那识没有关机。接下来是我认为整部颂文里最震撼的7个字，有情日夜正昏迷。正就是一直永远从来没有中断，所有有情众生日日夜夜都沉浸在莫那识制造的我的幻觉里。你以为自己是清醒的，但你24小时都在一场叫做我的白日梦中。你以为的清醒只是梦里的一种自以为醒了的状态。这7个字为什么震撼？因为它不是在骂你，它在描述一个你验证得了的事实。你现在试试看，闭上眼睛3秒钟，观察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完全没有我在里面的瞬间。你会发现做不到，就连你在观察这件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我在观察的感觉。这就是有情日夜正昏迷，你可以亲自验证。莫那识升级为平等性质。颂文说即喜初心平等性，即喜地就是菩萨出地。在那个时刻，
莫那什第一次放下了这是我的，那是别人的这条分界线，看见一切众生平等无差别。这不是一个道德口号，要求你应该平等对待每个人，而是一个真实的认知事件。你看见了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是莫那什画的一条虚线，线消失了，自然就平等了。最后一首第80颂，这首诗拆的是你意识系统的底层数据库。开头一句浩浩三藏不可穷，阿赖耶识被称为三藏，能藏、所藏、执藏。能藏是它能收纳一切种子，所藏是它被种子所充满，执藏是莫那什执着它为我。三个藏字，3层功能，7个字交代完毕。下一句更妙，渊深7浪尽为风。阿赖耶识像深渊大海，前7个识像海面上的7层波浪，外境就是吹起波浪的风。你体验到的一切翻涌，一切情绪起伏，一切念头来去，都是海面上的浪花，海底是平静的。7个字，一个比喻，把整个80系统的动态关系全说清了。你想一想这个画面，你每天经历的焦虑、愤怒、兴奋、失落都是浪。朋友的一句话让你不开心，是一阵风吹来了一个浪。你刷到一条让你焦虑的新闻，又一阵风，又一个浪。但海本身从来没有被风伤害过，浪起浪落，海还是海。你觉得自己被折磨得够呛，但那只是浪在翻。你意识的深处，那个阿赖耶识的大海始终不动。你之所以感到痛苦，不是因为海在痛，而是因为你认错了身份，你以为自己是浪。然后是信息量最大的一句，受熏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攻。阿赖耶识做3件事，接受新的熏习，保持已有的种子，维持你的身体和外在世界。去后来先4个字描述了轮回的精确机制。死亡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离开，投生的时候他最先到达。他是你生命的真正主人，但你从来不知道他，因为你一直以为我就是那个在脑子里说话的声音。第80最终升级为大圆净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成刹中。种子仓库被彻底净化，变成一面没有灰尘的大圆镜，如实映照一切。你想想这个意象有多精准。镜子不选择照什么，什么来了就照什么。他不说这个人好看，我多照一会儿，那个人难看，我不照了。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来了就应，走了就空。这就是大圆净智的状态。阿赖耶识从一个带着偏见的存储系统，变成了一面完全中立的镜子。4首诗拆完了，现在把它们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精妙的设计。这不只是在分别描述4组意识，它其实是一个从外到内，从浅到深的完整诊断流程。先检查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再检查处理器有没有偏差，再检查那个制造自我的隐藏程序，最后查底层数据库。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排查系统故障，先查输入端，再查逻辑层，再查中间件，最后查核心存储。336个字，一份完整的意识诊断报告。不管这份报告出自谁的手笔，写出它的那个人一定是把唯识学的整个体系真正吃透了，然后用最少的字数压进了最关键的信息。你想想，今天我们做信息压缩，做知识蒸馏，追求的不就是这件事儿吗？丢掉冗余，保留本质。1300年前有人已经做到了。最后说一个颂文暗示的重要信息。4首诗的第3段分别写了转化的时间点。第60在菩萨出地就开始转化，第70也在出地松动，但第80要到第8不动地才开始舍藏，到金刚道后才彻底清净。这意味着修行有一个清晰的工程路线图。你最先能改变的是你的思考方式，然后是你的自我执着模式，最后才是那个最深的种子仓库。顺序不能跳，就像你不能不更新操作系统就直接改写底层固件。这也回答了很多观众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我打坐的时候能感觉到平静，可以回到生活中就打回原形，是不是修行没用？不是没用，是你改的层次不一样。打坐的时候你暂时平息了第60的杂念，但第70的我执根本没动。你以为你在修行，
但莫那时在暗处说，看，我在进步了。你的平静感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微妙的自我膨胀。真正的转化要深入到第70甚至第80的层面，那不是一两次打坐能搞定的事，那需要持续的、系统的、贯穿日常生活的觉察训练。80规矩颂把这个路线写得清清楚楚，一步一步来，急不得。下次你被某件事激怒的时候，不妨试试这份诊断手册，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我的5个传感器输入了什么原始数据？第二，我的第60在这个数据上面编了什么故事？第三，我的第70在这个故事里维护的是哪个我？你跑完这3步，你就已经在使用这份1300年前的意识诊断工具了。这4首诗里，哪一首最让你有感觉？你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在哪一层意识上卡住？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